夏朝黄老之学一，上善治水，大禹治水的智慧。原文：上善治水，水善利万物而有尽，居众之所恶，故几于道矣。居善地，心善消，与善性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，夫为不尽，故无尤。白话：大禹治水之道，流水有尽时，会居于低处，故近于水道。以地道居，以虚道兴，以性道与，以知道正，以能道事，以识道动，知道通畅，故无灾殃。大禹治水的道理是这样的：水流动虽然不停，但也会有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它总是往低处汇聚，这就是水的特性，也最接近于水道的选址。因此，治理之道要懂得以地势来安置工程，用虚心来体察万物，以诚信来实践承诺，以知道来作为准则，以能力来承担事务，并顺应实际来行动。这样一来，治理就能畅通无阻，自然不会形成灾祸。大禹的父亲鲧当初治水的方式是筑起堤防来阻挡洪水，这种做法与今天人们修筑水坝的思路相似。然而，大洪水并非堤坝所能抗拒，堤坝一旦溃决，反而会酿成更大的灾祸。后来，大禹继承治水重任，他不再单纯防堵，而是改变策略，派遣探勘队四处走访，广邀各国协助。这就是《山海经》海内经的由来。掌握山川地势之后，他顺势规划水道，引导洪水入海。然而，历史也留下教训，黄河被称作地上河或悬河，因为河床高于地面，一旦堤防决口，灾害极为可怕。为什么后人依旧执迷于筑堤围堵？水善利万物而有尽被《道德经》改成而不争，这种篡改是舍弃了实用的智慧，而推崇不切实际的清谈。以都江堰为例，它不靠高大的坝体，而是巧妙利用地势，兼具灌溉、防洪与排沙的功能，维护起来也十分便利。假如黄河也能因地制宜，设置更多分流与排沙之渠，并在上游做好植被防护，那么居善地或善用地理之道，才能真正落实。与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这几句话其实不难理解，它告诉我们，治理要依循4个要点：以信道来履约，以智道为标准，以能力来认识，以时机来行动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，与善信。古人说，信者信之，不信者亦信之，得信也。意思是，对于值得信任的人要信任，而即使是不值得信任的人，也仍然要以信相待，因为这才是德性中的真正信。换句话说，该给多少就给多少，不会因为对方的态度而改变，也不会因为时事的转变而打折扣。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契约，
但却始终秉持契约的精神，这就是与善性的道理。接着，我们来谈正善治，它的重点在于治理必须符合治道，水往低处流，那么水道自然应该设在低处，这就是道法自然的展现。若是一味依照人们的方便去强行改造水势，结果往往不能长久，甚至还会留下无穷的后患。因此，正善治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治理不是人为的强行掌控，而是尊重自然，顺势而为。再来谈到心善消，这一点可能是最难理解，也是应用最广的。消字本意是细腻的语，古人说孝呵，是万物之宗。这句话其实在描述万物生成的原理，就像细雨般微小而繁复。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理解，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原子的结构，一个小小的原子核，周围绕着高速运行的电子与微粒子。我们所见的世界，其实只是这些微小粒子所形成的幻影残像。所以，心善消的意思，就是提醒我们要用一种超越表象的眼光来看待世界。正如佛经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最后，我们来看水善利万物而有尽，以及夫为不尽，故无尤。表面上看，好像矛盾，既说有尽，又强调不尽，但其实两者并不冲突。所谓不尽，是指水道应当保持流动、畅通，只有水道畅通，才不会造成水患。一旦水道壅塞、停滞，那么当天灾人祸发生时，就可能导致溃堤决坝，酿成大祸。而有尽，则是指涵养调控水资源的归宿，湖泊与海洋，在那里，水才真正安静下来。除了这些地方，所有流动的水道本来就应该不尽。在探讨完原文之后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个重要的观点：黄老之学并不是什么玄学，也不是空泛的清谈高论。相反地，它非常务实，讲究实际的应用。到了西汉，刘彻与汉儒刻意将李耳所留下的笔记改写，变成了后来的《道德经》。这么做的目的，其实是为了抹去夏、商、周三代政治家的智慧痕迹，好让他们能以儒家思想来合理化专制统治。例如，原本的上善之水就被改成了上善若水。这一改，不仅模糊了大禹治水的智慧，更使原本务实的治道变成一种抽象的比喻。同样的，我们熟知的《孙子兵法》也与黄老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孙武并不是单凭想象写出一本纸上谈兵的书，而是把古代兵法加以融会贯通，最后汇编成册。因此，《孙子兵法》更像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，承载着历代兵家的智慧，而不是孤立创作的成果。如果我们仔细比较李耳笔记，
道德经与孙子兵法三者的风格，就会发现明显的差别。李耳笔记是对古代典籍的摘要抄录，所以内容多样而丰富，各具特色。而道德经经过刘彻与汉儒的加工，就显得风格统一，均本立场而玄虚空泛。至于孙子兵法，则是经过历代兵家传承演变，到了孙武时才融会贯通编纂成色，真正成为一部兵学大成之书。谈到无为，更需要避免误解。所谓无为，不是不作为、不胡为、不干预，而是针对有为太过的一种调整。道其实就是意识运行的规律，而道法自然，则是夏朝治国的基本理论。大禹只用了13年，就成功治理了世界级的大洪水，这是一件连今日都难以想象的成就。如果仅仅是不加干预，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办到。真正的智慧在于道法自然，按照自然规律，依据自然形势，进行有效的治理，把灾害与祸患消解于无形之中。